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一款不用出手模就能做的一款面包。很多朋友喜欢做面包，家里也有烤箱，可能是家里没有厨师机，也没有和面的经验，做出来的面包不是特别的好。那今天这款用手来和面还不用出手模的家庭面包就分享给伙伴们。首先准备600克的高筋面粉，现在天气比较热，加入5克的酵母粉，用手把酵母粉和面粉拌均匀，接着加入80克的白砂糖，糖量不是很多，加入320克的纯牛奶，用牛奶来和面。接着取来2个鸡蛋，把蛋清加入到面粉当中，蛋黄放在一个小碗里面，一会儿来刷面包用。如果是到了冬天或者是气温比较冷的地方，这个酵母需要增加2克。再加入30克的食用油，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添加。最后加入2克的食用盐。截止到这一步，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添加完了，然后把材料揉成一个面团。先把材料搅拌成这样的絮状，现在这种状态看上去特别的粘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材料揉成一个面团，但是这个面团看上去也挺粘手。到了这一步可以用手不断的去揣这个面团，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面团就被揣的又光滑又不粘手了。现在这个面团看上去就不粘手了，很光滑。然后在面盆的底部抹上少许的食用油，一会儿这个面团醒发好了之后方便取出来。面团醒发的时候，上面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放在一旁醒发，醒发到体积翻倍。醒发的时间跟我们所在地区的温度有关系，我们看它的体积就好了。醒发到体积翻倍之后，把面团取出来。现在这个面团的状态看上去就很不错，不需要揉面排器，可以放在案板上，用手这样拍一拍，然后裹一下，操作个2到3次就相当于揉面排器了。之后就可以裁成小剂子了。准备的这份食材呢，大概能做12个面包，然后裁出12个小剂子来。紧接着把这个面团规整成一个光滑的小面团，这个手法就有点像做油酥烧饼。之前做油酥饼的那期视频展示过这个手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里也切一个特写。小面团规整好之后，盖上一张笼布，让这个小面团再松弛个几分钟。面团松弛好之后，就可以来做面包了。把这个面团用擀面杖擀成比手掌大一点的形状。如果在擀的时候面团回缩严重，就是没有松弛好，轻微回缩属于正常。这个尾部要擀的稍微薄一点，用手规整一下。这里的馅料选择的是蔓越莓，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比如说是各种的果干，或者是蜜红豆，或者是椰蓉馅。等一会儿要给面包做一个造型，我们要把准备好的所有的面团全部处理好之后，再从第一个开始做造型。卷起来之后，要给这个面包做一个简单的造型，那就做一个梅花的形状。把卷好的这个生胚揉的稍微长一点，然后给它盘成一个花。这里不好解说，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盘好之后就可以放在烤盘里了。烤盘里记得铺上烤盘纸，烤盘的尺寸是40公分乘28公分。这个烤盘的大小是可以放下所有的面包，一共12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烤盘的大小进行材料的加减。做好之后放在烤箱里醒发。烤箱有醒发功能的很快就会醒发好，烤箱没有醒发功能的放在烤箱里让它自然醒发。面包的第2次醒发，醒发至7至8分就可以，就是体积膨胀70%到80%，然后取出来，把刚才准备好的那2个蛋黄打散，刷在上面。醒发的时候，可以在烤箱的底部放一盘温水辅助醒发，而且还能增加面包的湿度。刷的时候蛋黄可以多刷一点，刷得厚一点，烤出来的色泽会特别的好。接着就可以放进烤箱里烘烤了。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50度，下火预热到15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0分钟左右。烤的时候大家多多观察，如果是面包上色严重，就用一张锡箔纸虚掩着盖一下。做这款面包大家一定要用高筋粉，或者是用面包专用粉。醒发的时候一定要醒发好，这样做出来的面包就会非常的暄软。
到这里啊，这期视频也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